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严惠慈议员、黄伟汉先生、王玉明委员、李永平前副市长、陈婉慧委员。好，川普对台湾又在骂了，抢走晶片生意哦。然后呢，川普说这个很愚蠢可耻。我觉得他愚蠢可耻不是讲台湾，讲美国啦。美国真丢脸 ，shame 啊！为什么呢？都被台湾把晶片抢走了。没有关税，美国早就完蛋了。他主要讲他关税伟大哈。其实最早这个发展半导体晶片是美国。我有朋友在 IBM 做，他们是最早研究半导体的。为什么美国后来不做了？他告诉我 EPA 环保署，因为晶片呢又浪费水、废水、废电，产生一大堆污染，环保署就开罚单，一直罚，没办法招到日本。后来这个美国又压迫日本，要降价，日本只好又移到韩国跟台湾。哦，所以并不是说这个说台湾抢他，怎么台湾抢他呢？他在美国混不下去了嘛，哦，那另外呢，川普关税有这个说经济部哦说呢我们有4大手段啊，川普的关税跟4大手段，我们因应它，帮助海外台商投资转型，反正就是到美国投资就是了，投其所好哈。瑞士最近呢，关税从39%降到15%，怎么降那么多？说原来瑞士商人送了一堆川普爱的这什么？说用川普名字的13美元的特制纯金条，哦，然后呢，一公斤的金条，现在大概500万台币左右哦，大概就是500万台币多少美金？10万是400万，差不多哦。所以呢，大概就是我看1公斤了，然后上面印了川普的名字，然后送他一个这么大的纯金做的放在桌上的钟。哦，川普一看，川普喜欢金呢，哦，金的闪闪发光多好哈，所以呢，说川普一高兴，啊，当然不止这些了，我想哈。那另外呢，黄仁勋说，因为美国禁止回答晶片到大陆去，所以呢，中国一个年轻的这个 AI 富豪叫做陈天石，非常年轻哦，好像只有这个30几岁哦，说40岁以下，现在已经爬到40岁以下的有钱富豪的第3名了。为什么？因为他去做大陆的晶片了，哦，所以呢，黄仁勋一直担心，说你不让我做，大陆就会发展。等他发展以后，就不靠我们美国了。我现在提供给他，等于喂他吃鸦片一样，他永远落后我们几年嘛，他就一直吃啊。那我也会发展了，我也不是在这边不动啊。川普本来听得高兴的，但后来川普反正都反对啊，所以呢，现在禁止回答去啊。另外呢，这个瑞士啊，这个说呢，这个游说美国关税被讲是投降哈。那这个我们瑞士的经济部长叫做博梅林说，我们并没有把灵魂卖给魔鬼哦，这个因为用灵魂跟魔鬼交换，他说没有哦，好不好？我们看一下。We don't make chips too much here anymore, but we are going to be in a period of a year. We're going to have a big portion of the chip market, but we have to train our people how to make chips because we didn't do it. We used to do it, and then foolishly we lost that business to Taiwan. Very, very foolishly, because if they had a president that thought like I did, they would not have let that happen. But it's all coming back.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within a few years, we're going, and not because of the CHIPS Act, but because of tariffs. And I said you have almost 100% of the chips are made in Taiwan. It's so disgraceful. The good news is it's all coming back. Yeah, please. We're going to have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 big percentage of the chip business are coming back because of tariffs,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pay the tariffs, because the tariffs will be very steep if they don't come back, and they've committed to come back. 老沈怎样？我觉得今天川普是半动怒，半发牢骚了，因为大家发现他喉咙哑了。他说，因为跟renegotiate 这个关税条件了，因为他不顺利了，所以在很多记者招待会打瞌睡半个小时，喉咙也哑了，怪东怪西的。不过我一直讲，现在世界上有3大半独裁者，我讲半啦，或者类独裁者，因为你们的党主席就说普丁不算独裁者，其实算，所以我讲类或者半比较不成问题。川普不但是独裁者，而且他是一个大骗子，他说话不打草稿，脸也不红，所以他今天问到这个晶片，他火来了。
那这个东西本来100%是在美国制造，而且是美国的市占率。现在这个100%跟的生产市占率啊，这营收啊，通通到台湾去了。所以他说这个是非常，你刚才说 shame， 他没用 shame， 而且我们的翻译也不好，他是说 disgraceful。disgraceful， 我们台湾开始翻成可耻啊，其实可耻没有什么错，你去 Google 一下，它第一个翻译就是可耻，但是可耻你听不太懂，你知道？其实这种应该是翻成说100%在我们这边，100%跑到台湾去了，这是很丢脸的。我觉得是应该是讲非常的丢脸 ，disgraceful。那所以呢，你们要想想，当我们台积电的大老板魏哲家去白宫演讲的时候，你们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啊，因为川普喜欢他，他说聪明啊、厉害啊，怎么样？其实魏哲家在演讲的时候，旁边站的是一个大豺狼。川普的意思是说，我给全国美国居民同胞们，我替你们带来了一只奶水丰富又一胎多产的大绵羊。他从此会生产很多小绵羊，所以将来全世界小绵羊生产最多的是美国，而不是台湾。我听的实在是很困惑啦。我觉得台积电不晓得里头有没有定案，或者有什么准备没有？怎么我们的厂搬到这部分在那个 Arizona 设厂啊？就算他的呢？是这样吗？因为川普常常有讲，你们的市场所获的获利90%算美国的。跟日本这样讲了可以这样吗？那这样的话，鸿海到越南去设厂啊？为什么在越南的鸿海的厂的营收啊、获利啊，都算台湾鸿海的嘛？那为什么没有算成越南的呢？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不要客气，我觉得要跟川普讲清楚。我觉得必要的时候，赖总统应该召见古立言，讲清楚。古立言说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我觉得2-3天前郑丽文这个约见古立文的时候，这个消息还没有发生，他应该问古立文怎么搞，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我觉得这非常的霸道。所以呢，我们的政府还要把所有的生产链要以台湾模式整个包起来，送到美国 Arizona 或者是 Texas。真的特别细了，你要个唔知呀，个包咧手亏，包包拢被上亏。为此老沈讲过很多次，你回去跟民进党建议，叫他去当谈判代表，他都怪人讲不好，叫他自己去看看。来，进面。我觉得川普他现在有点把气出在台湾身上，你知道吗？我觉得他今天对外这个谈话看起来他心情不是很好，主要是他说有人来烦他，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因为关税到目前为止，他必须再证明说他的策略是正确的因为关税的关系，所以现在呢，他就用台湾为例子这个100%被偷走的晶片呢，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拿回来了。如果他们不回来呢，现在他的那个付非常高额的关税但是他这样一讲之后呢，台湾我们听了，坦白讲，我个人听了很不高兴因为其实川普怎么可以把台湾这么的贬义坦白讲，我们的台积电，我们是拼手知足，一步一脚印，把这个晶片王国的天下打下来的。什么时候去偷了美国的？什么时候有去抢走美国的晶片？是你自己放弃不要的嘛？所以我觉得川普这样的谈话，我觉得这个不够道义对台湾其实也是非常不公平。第二个，我非常担心前一阵子我们的副总统萧美琴她讲的是说，可能有50%这个台湾模式50%呢，包括供应链通会移到美国去。那在我们的台积电护国神山，消一半变半屏山。结果今天川普讲的是100%天底下哪有这种事情？我们台湾自己发展生产出来的晶片，凭什么要100%被移到美国去？那100%都过去了之后，那台湾还剩下什么？台湾我们还剩下什么？所以这一件事情的确，赖清德总统你要有立场，要有看法，不是遇到美国、遇到川普，你什么都不敢讲一声啊！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绝对不能，我们在野党应该发挥这个监督制衡的力量，绝对不允许政府他是用这样子完全退让投降的方式，将来要把我们所有的半导体、我们的这个产业链，就是通通都搬到美国去。那我们的下一代怎么办？我们年轻人怎么办？将来在台湾就没有就业市场，通通都要跑到美国去吗？那台湾不是要被掏空了吗？那为此，民进党怎么看？就我觉得我从来就没有这个退让，也没有投降啊。那因为我举例来讲，鼎泰丰
鼎泰丰在全世界这么多地方，我们会说它不是台湾的吗？那是我们自愿去投资的。对，那现在是川普要求我们要挪过去，那不一样。台积电本来的策略就是全球布局，它特别在每一个这个时代，它有不同的这个分散风险的策略。如果今天台积电是撤掉台湾一个厂，搬去美国，我们当然要站出来啊！请问今天台积电台湾任何一个厂有裁员吗？台湾任何一个厂有减产吗？没有啊！台湾所有的产能都爆表你现在还叫他说你不要去外面设厂，你要台积电何去何从？所以我们在看台积电议题，当然啦，这个川普有的时候讲话，大家会觉得这个心情总觉得好像不是那么舒服。但我们不需要因为他一句话，我们就动辄得咎。我们还是回来看，究竟台湾我们是以什么为根？当然是半导体产业。我们如何扶植不只是台积电，更多的产业，它可以有全球布局的能量。这全球布局也要是不只是厂商可以得利，台湾的所有产业链也要可以得利。魏哲家就讲啊，这个去美国吃鼎泰丰，跟在台湾吃鼎泰丰不一样。他说去美国吃鼎泰丰贵又不好吃。我告诉你，因为纽约鼎泰丰最近好像新开了，场地很大，生意非常好。台湾人都在厨房看，黑人在折18折，小笼包要18折，黑人怎么折18折？没有华人在里面做厨师的，都是其他的人。现在再回来。好，这是外媒先报道，路透社说台湾这个礼拜要发行980万份，其实不是1100万份，对，1100。但是因为台湾有980万户，所以每一户你都会收到一份这种所谓这个民防手册民防手册，应对紧急状况，应对什么？台风、水灾、地震。台湾有台风、地震也不是一天的，为什么以前没发？我认为主要还是怕劳共打仗怎么办那所以1100万份980万份给每户，剩下的怎么给图书馆啦、学校啦等等之类的。外国人大概10万份，好吧？因为它有英文啊。对。那另外呢，这个叫做《台湾全民安全指南》，国防部说花了4279万第二预备金来印这个东西那呢，另外呢，这个林非凡说19号起要比照选举公报发送，选举公报谁发送？里长嘛，就李林长去发送，要送到家户手里面，你们每一家都有一本这东西。当危机来临时，你要怎么办那林国成，因为林国成好像做过里长后来当过台北市议员，现在是这个不分区立委嘛。他说：“难道台湾准备打仗了吗？发这是扰民制造垃圾而且找了村里长的麻烦现在不是在推动医化吗？干嘛还要送纸本呢？网络上看看就有了不是浪费吗？还花那么多钱好，到底怎么样？我们看一下。军舰正在行驶中，透过空拍镜头看见4个简体字：从从容容。接着又是游刃有余，这是中共解放军989编队远海综合实习在甲板上列队致敬王世坚的质询金句，不知道是善意还是有何目的，至少我军持续强化危机意识。这本全民安全指引，让家家户户都能领，让全社会更具防卫韧性。这本手册教导，当战争灾难来临，全民如何因应，并强调任何投降消息都是假消息。在9月首波供应全联可领之后，再印制1100万本，19号起比照选举公报普发手册，透过各县市民政系统及村里长，也让全台980万家户都拿到手。普发安全指引可降低数位落差，申请第二预备金支应，纸本印制作业绝标金额为4279万余元。英文版也要送给各个驻台单位，其中这次跟上一版的最大区别就是多了一段总统赖清德的留言。总统在上面署名，可以让许多的民众觉得这一本指引会更有信赖感，它的正确性、它的权威性。浪费公帑、
然后垃圾政策，第一个让人民恐慌，第二个浪费公帑。当过里长，我们里长是最讨厌这种东西的。不怕被当成垃圾未发送这1000万本国防手册，内政部严拟各种对策。好，林国成当过台北市里长，李永平当过台北市副市长，来说。真的，我觉得林国成立委啊，现在已经是大立委了。他不但当过里长，也当过台北市议员哦。他一语道破这个问题。当时我一看到路透社报道要印发980万册的时候，我真的是心里一悚然震惊。我想说，糟糕了，增加会到时候垃圾量会增加多少？因为很简单，并不是说大家非常的忽略这个安全指引，而是说现在大家没有收藏纸本手册的习惯嘛。特别是这种非常重要的部分，你当然是要放在网络，而且让大家在第一时间很容易取得的。那我们现在已经连把自己的财务、记事、行程表各方面全部都记载在云端了。我有不晓得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你的行程你还是去记一个小本本，应该几乎没有了嘛。你没有了以后，你已经跟你的生活习惯完全不符合的时候，说真的，如果来一个这个本子，我都在想说，那我是要去放在哪里？等到真的紧急时候，我还可以找得到它。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纸本的问题，第一个。还有我要再讲一句，我不晓得有多少人跟我一样，以前啊，真正信件重要信件很多的时候，我还天天会去看信箱，或者每隔2-3天。我现在是每隔2周或者1-2个月才去看一次，因为来的都是广告跟垃圾文件，连我们的银行啊、那个账单啊什么的，我现在已经全部都改成没有纸本了，所以他们已经全部都不会寄给我了。那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寄给我的时候，你现在家家户户投这个东西，你真的很容易对很多人来讲，那个广告文宣哦，他就一整叠的，他也不看，拿出来就直接丢到垃圾桶。所以，我第一个我实在觉得说，你赖清德也好，你民进党的智库也好，你林非凡这个，你今天要证明你价值不只是09万，你已经026万了啊！你要证明你的价值，不是要花1000万台币去印制大家不大会看的4000多万，加上那个整个是超过6000万，我觉得不止超过现在是6000万，不是这个4000多万是国防部动用的2倍金，他一定原本有一笔钱，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你浪费了这几千万的民脂民膏。然后呢，你又讲不出来，然后最重要的关键是让赖清德去写一个赖清德的话，对，签名啊。所以我是真的觉得蛮难过的啦。就说你要大家提升这个民防意志，你还不如在网络上，然后你办那个意志问答，你给大家摸彩嘛。对不对？里面有什么小摸彩，那个比较多人会参加啦，这真的啦。你奖项做一点，你奖品多一点，大家还会比较认真的去看说怎么样，什么填写的都完全对，100分就给你一个什么奖品这个部分我觉得，那我要稍微提一下上个那段的话题我觉得川普永远伤台湾人的心，就是说。刚才魏慈议员把晶片产业跟小笼包相比，把台积电跟那个鼎泰丰，我觉得实在很不伦不类啦。因为你食品，你跑到一个很昂贵的地方，你成本都贵，它卖价也贵啊。可是晶片厂不是啊，你跑到美国，薪资是我们平均薪资的4到5倍所有的成本设施都贵这么多的时候，你的整个晶片产业，你说现在台湾还没有裁员，你是还没有，你到了一个状况呢，你这种调整之后。长期性的绝对对台湾不利嘛，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像食品消费型的产业，你只要在一个地方有人有嘴巴有消费者，你的问题就能解决。它不是的，它的能买晶片的人就这么多。那我觉得今天赖清德如果他一直要希望说台湾不要出现以美论，那请你好好的跟美国沟通一下。
你不能既要台湾的产业过去美国帮你振兴晶片产业，然后你在言语上话还要骂我们，还要羞辱我们，就是你里子也要，然后面子上你还要做老大，然后还要跟我们要钱。我是比较好奇哦，原来我就想说，1100万份一本，4279万一本才4块，怎么可能？你们选举过的人都知道，哎，那个纸还不错，你看没有？那个纸哦，还有那么多页哦，一本没有10几20块。我本来也是国防部自己印的，搞半天还是发包出去的。怎么可能一本4块呢？那你现在说6000多万，就一本6块嘛，可能还不止。我认为还不止，因为其他部会搞不好都有在凑钱。对，否则的话怎么可能？那你们选举都委托他印好了，那有这种事情？来，王慧。哇，那如果是这样，这份文宣真的非常的便宜哦，他会在大陆印，他说一份只要5块6，就是平均起来。但我要讲就是说，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全民这个安全指引啊，其实过去我们的立法院其实都有看过。我记得我那时候在立院的时候，我们还开过一个记者会，他光那个敌我识别都有曾经做错过，他把那个解放军的那个衣服跟我们这边衣服还搞错，然后呢那一版出来的时候，大家就笑了半天这样子。那这一次呢，他看起来更普发，要用到这个就是平常选举公报的这个系统下去发，那大家可能会去讨论说，这一份大家都不会拿来看，我觉得大家真的误会这个赖总统了哈。这个发下去这个系统，我认为对他来说，2026选举快到了，这是再一次的盘点地方组织的方式，可以去理解哪一些议员啊，哪一些这个村里长啊，哈，是不是都没有相关的一个动作？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盘点，你知道吗？因为有时候呢，他放在那边没有发出去，这也是一种忠诚度的一个问题嘛，哈。所以我自己看待这一题啦，第一，我认为当然是浪费公帑，好，因为就像刚刚永平讲的，现在大家的一个生活习惯已经改变了哈。那个阿姨亚们啊，我就讲说我们阿姨亚们会去信箱拿出来看是什么东西，利亚是 coupon 啊，有那种降价的啊，他会拿起来看一下这样子啊。如果是这种整本的，通常哦拿来垫汤啊。你知道吗？因为看起来这个比较不会伤害他家的一个桌子哈，所以我觉得根本就是浪费钱。再回来讲，如果是刚刚算的哈，如果是4279万，再加上刚刚玉明讲可能有动用其他，然后加起来6000多万哈，我认为这个钱应该还有更可以去发挥的地方。不然我回来讲就好了啦。我宜兰哈，刚刚因为这个风灾哈，我们苏澳淹水淹得非常的严重，很快速的恢复之后。地方除了这个补助慰问金1万块之后，那就没有其他钱了。我们现在很希望中央赶快出钱啊，包含大型的这些冰箱啊，都已经这个家电全部都已经坏掉了。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魄力，哈，我觉得可以多关照一下我们地方真正的一些需求。你看这一题哈，因为我有访问过林非凡啊，他就是主责做这个事情啊。那在访问他前跟后，我的看法是有点不太一样。来，我给观众朋友看一下啊，不用等到明年1月啊。它的这个在网络上其实早就都已经有了，所以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些话题，它就叫做当危机来临时。那吸引我注意的是什么哈？吸引我注意的是猫跟狗，怎么放在这边呢？因为台湾现在目前有养猫跟狗已经超过200多万。它告诉你，一旦地震、一旦风灾、一旦你必须撤离家园，甚至是发生战争的时候。那你的猫跟狗怎么办？它里面有答案哈。那告诉你要有电池、收音机，因为真的出事情的时候，避难包、手电筒、水跟食物。那因为它有总共36页这样加起来哈。那这个玉明委员有讲到说哈，这个先前9月的版本没有赖清德总统的签名，现在有哈。那但这应该不会影响它的制作成本啊。整个制作成本好，今天国安会跟大家公布哈，它就是6447万，对，1100万本，所以每一本呢是5.86块。含印制跟运送还有发放，好，那现在目前公布这个钱，那立法委员去追，你有没有藏别的钱在哪里？那如果没有的话，一本的平均不到6块钱，不贵啦。好，那为什么要给这个手册？刚刚已经讲了，你看这36页，我现在导播可以拍一下哦，就其他的内容大家可以扫一下，有一些英文，这些东西既然你看我都可以下载了，那何必要发？对不对？大家可能会这样疑问。那因为国安会他们讨论结果是，就像选举公报。我们现在对于政治人物到底要不要投给他，早就可能心有所属，或我根本就已经跟他很熟了，我不会去看选举公报，但还是得印。那有一些人他可能没有办法有上网的能力，没有办法用手机 APP， 所以在一本不到6块钱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国防部、国安会跟总统决定要去印这个东西，他觉得台湾有需要，我是觉得我支持啦，因为他钱没有太多，如果一本30块，或是要花很多钱的话，我可能就觉得。大家可能会带太多。我补充一下哈，其实跟暐瀚讲的不太一样哈。9月16号，
国防部对外召开记者会，就是他要印这一本《全民国防手册》。你知道他当时要印多少本吗？5000本。发放地点在哪里？全联的门市，北中南各一间。这个是新闻稿，大家回去找。就9月16号的事情而已。结果9月20号，赖清德总统在全民防卫韧性委员会讲了一句话，说每一户都应该有。9月20号拍板定案，1100万份。我要讲的是，如果这一份手册印给全民是这么重要的东西，你的决策短短4天产生这么大的一个改变。为什么？只是因为总统的一句话，所以根本不是他有多么重要，是讨总统的喜好。总统认为很重要，国防部照办照单全收。有没有预算？没有。所以动用的是什么？第2预备金。所以我们的钱就是这样子花的各位。那更何况已经有电子版本，我们强调台湾是科技岛。刚刚前面还在讲台积电，我们几乎人人都有手机，下载不行吗？一定要印上纸本吗？当然，印上纸本之后，赖清德总统这几个字就会通通都送到每一户家门口啊，这个才是一个他们做的政治操作跟宣传啦。我觉得起码一般人会丢到垃圾桶去了，谁把摆在书柜上，谁摆在书上，谁会认真去看？我才不相信呢。休息一下再回来。